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优衣库试穿30家件后，这4件才是真宝藏，越穿越爱，最值得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订阅支持。在优衣库试穿几十件衣服后才知道，这4件才是真正的宝藏。很多人逛优衣库时总觉得款式多，价格平，结果常常买一堆却不常穿。这期视频我花了心血，把几十件单品一一试穿后，精选出今年最值得买的4件，不仅百搭，还能让气质加分，越穿越喜欢。无论你是想入手基础款，还是寻找时尚单品，这4件都能解决你的穿搭困扰。单品1，休闲弯刀裤。其实在前几期节目我就推荐过这个单品，这次又提起，是因为我发现这条裤子真的很惊喜，搭配上可以拓展更多思路。优衣库这季把弯刀裤做成一个系列，西装、牛仔、卫衣等，一共出了5种面料。其中我最推荐的是休闲西装面料，官网叫针织休闲弯刀裤，它比牛仔更细腻柔软，又比卫衣面料更挺阔，既舒服又有型，能把那道弯刀线条撑得刚刚好。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裤子在今年春天就已经上市了。那时在店里试穿就瞬间爱上，挺阔有型，上身非常有格调，当时就觉得它是日常出门的最优解，所以一并拿下了白、深橄榄2个颜色。到了夏末初秋，他们又出了2款新色，藏青和深米色，欣喜之下就都收了。我记得之前刷到一个帖子吐槽优衣库的弯刀裤，这种裤子太二了，市场会告诉你答案。不过最终的答案是，品牌就这一个版型反复推出新颜色新面料，可想而知在市场有多受欢迎。我想这其中的原因离不开3个优点。1，足够独特，想必大家都已经不缺各种基础款的裤子吧。那这时一件自带洒脱干劲又跟别人不一样的弯刀裤就会是很独特的存在。最大的亮点就是裤身，微微的弧度有点像茧型，相比普通裤型会带有更多洒脱中性的调调。这种弯刀弧度也深受雷梅尔品牌设计师 Sarah 的认可，每亮眼现身都离不开这款裤子。在她身上简直是把帅气、率性2种风格诠释得游刃有余，真的让我疯狂种草。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哪怕上身穿简单的黑 T 恤，只要搭配弯刀裤就不会有路人感，反而还会给人觉得，哇，这个女生是懂穿搭的，衣服版型很特别。整体上非常的清爽简洁，但又从版型、面料中透露着个性，搭上配饰和亮色手提包就能轻松变换格调。也正应验了开头那句话，优衣库就是穿搭的基础语法，任由每个人自由挥洒态度。走在街头不禁感慨，这身穿搭就是最简单有态度的时尚宣言了。同样的穿搭再换一身配色也很有感觉，全白完全不显沉闷，更有办公楼优雅时尚 OL 范儿。搭上大地色系的配饰，让整套穿搭升华，还莫名有股云淡风轻的时髦感。2，版型外观极好，作为一个弯刀裤爱好者，我买过的 RLNC、SFAM 等等品牌都做得偏长，但是优衣库这款是我穿过最不显宽、不显矮、不拉低重心的一款，相对更适合身高160厘米左右的女生。主要是因为版型没有太宽，且弯刀型是从膝盖处开始微微外扩，相比其他款的弯刀裤，它的重心偏高，不会拉低腿的比例。其次是它对身材的包容性很强，对梨形、苹果型或是腿型不好的都有很好的修饰效果。像我身高160，体重60千克，穿起来也非常好看，长度不拖沓。还有一个很巧妙的点，我很喜欢，那就是侧缝线是往前移的，收窄了下半身体积，视觉上
也隐藏了胯宽。侧面的双层缝线还起到软骨的作用，把整条裤子撑得更加挺直有型。最让我满意的是，外观没有过多的缝合走线，让人非常着迷于这种干净大方的设计。比如裤带设计就和常规牛仔裤的圆弧口袋不同，它顺着侧缝线一起做了口袋，从正面完全看不到口袋的存在，也没有外露纽扣和拉链，内里特地做了裤钩加斜纽扣，跟高档西裤是一样的，利落又高级。3. 面料有质感，尽管有多款面料选择，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这款西装面料弯刀裤。用到的斜纹面料比普通的平纹布更加有品质感，200出头买的物超所值。如果是牛仔面料，刚买回家会很喜欢，但洗得多了就会褪去一开始的风格。而这款不论洗几次，质感依旧如初，根本不用担心穿久会成为一件消耗品。我自己是从春天开始越穿越爱，到现在共入手4个颜色，基本上能驾驭所有风格。这么宝藏的一款弯刀裤，真的强力推荐给你。单品2，外套说完了弯刀裤，接下来分享优衣库最值得推荐的第2类单品，2款外套。一款是比较时髦休闲的谷仓夹克，属于近年的人气款；另一款是稍微正式的西装外套，质感超过价格的一款。先来说说连续2年都是人气款的谷仓夹克吧。我本来还在期待今年秋季流行会有什么新花样，但走进优衣库就发现众多架子上都有这款外套。巴恩风真的好火，而且从去年到今年愈演愈烈。巴恩风源自美式农场工作服，是实用性与都市时尚的完美结合。核心单品就包括谷仓夹克这种宽松的工装外套在内，以随性舒适风格为重，兼具淳朴与硬朗的休闲风格。从去年秋冬到今年，一直是各大品牌和明星身上的热门单品。优衣库作为时尚风向标，这2年也在持续推出谷仓夹克。个人最喜欢的是这款卡其拼深棕灯芯绒配色，像把秋日的暖调都吹进衣服里，氛围感满满。款式是近似于小香风的短款，袖子比下摆要长一些，能在视觉上拉长手臂，衬的比例很好，有手腕过裆的既视感。袖口、领口的深棕灯芯绒，触感软乎乎，视觉上还多了份层次感，复古又时髦。也可以把袖口的灯芯绒翻进去，看起来又是另一种简约摩登的风格。而且整体的水洗棉面料会越洗越耐看，让这件外套的岁月痕迹非常有格调。变旧之后会更加靠近阿美喀基牛仔部落风格，如同老照片般带出故事感。但美中不足的是，这款外套的后背会有些许隆起，往上吐槽像是龟背。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过于贴身的话，活动时手臂和后背会非常紧绷，反而失去谷仓夹克洒脱自在的基因了。像它本来兼具舒适度和时尚度，就是让我一眼万年的心动之处。说完这款休闲时髦的外套，接着来看这款极具性价比的西装外套吧。很多朋友都会考虑在秋天入手一款西装外套，如果你想要一件拿得出手的，优衣库这款很值得一看。相同质感来说，很多线下品牌大约会要你1000元价位，但优衣库的这款上市价真的很划算。最让我喜欢的是面料，垂感比得上羊毛和 TR 面料的西装，完全不输高价款。给大家对比看看，差的西装会因为拼接面料的软硬度不匹配，缝合线不细致，造成布面凹凸起浪。但是优衣库的剪裁线条平整服帖，接线位没有凹凸状，整个布面非常平直，有质感。第2个推荐的点是西装外套应有的筋骨感，都做得非常到位。看过繁花宝总穿的西装，会知道一件好的西装外套应该是什么样。肩部线条流畅，
穿起来是肩行在线的，从肩部到袖口的剪裁利落，走线很细致。优衣库这款西装就完美达到这种效果了。肩部位置的圆弧无皱褶，袖子走线平整自然，而背部有一些褶皱，是因为我故意买大了2个码。在穿搭方面，我给不会搭西装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建议，穿顺色的内搭，怎么穿怎么高级，也绝对不会出错，视觉上的震慑力太强了。单品3，衬衫。前2天跟朋友去逛优衣库，看到店里起码有20款衬衫在售，不禁感叹他们家怎么做这么多款。除了自家出品，还有出自 Le Maire 设计师的 U 系列， Chloe 设计师的 C 系列，以及前 Loewe 设计师的 JWA 系列。说到这里，还想补充一个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优衣库就是我们普通人最能通过100-200价位来买到大牌设计师单品的品牌。目前在售的衬衫之中，我最想推荐的是 JWA 系列。顺带提一下这位很有态度的设计师乔纳森·安德森，在我看来，他最出圈的行为就是经常穿着简单基础的衣服，在秀场收场时俏皮地出现一下。作为 Loewe 前任、Dior 现任，这位设计师的创作才华一直都处在高光，所推出的优衣库单品最大的特点是多样色系给人以活力的感受。飞回看往年的维尔岛毛衣、格纹衬衫都是红黄橙的暖色调，给了很足的秋冬氛围感。飞在以今年衬衫对比另外2个系列， JW 更懂得用色彩制造趣味，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那我之所以重点推荐 JWA 系列的衬衫，是因为这个系列里浓浓的书生气。首先体现在纽扣领上，领角用纽扣固定住，不会乱飘，颇有几分学究的老派气质。同时在面料上并不是常见衬衫摸着滑溜溜非常挺阔的质感，好像很有距离感，而是采用牛津面料，有床单质感的柔软细腻，是不拒人于千里的亲和。穿上身的气质不是职场大女主，而是一位会在书院或图书馆里安静学习的读书人。很特别的是，衣服纹理在光下有跳跃的错觉，很有动态感。借用作家木心的一句话，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引人注目。我的搭配思路很简单，让它遵从知识分子最常规的路线，配卡其色衬出英伦学院风，并且用波点丝巾放在衬衣领口做点缀，很像安妮霍尔这部电影的经典搭配。穿上这样一件文艺的衬衫，我会自然而然地只佩戴手表和细框架眼镜，毕竟沉迷书本和学术的人很少会用到珠宝、耳饰之类的金银细软，眼镜和手表就是最好的配饰了。接着来说说这款短款箱型衬衫，款式相当耐看，且有很多搭配方式。对于小个子而言，这种短款的设计是非常友好的，单穿也不会压身高，或者像这样扎进裤子里也不会鼓鼓囊囊，是短款的一大优点。条纹衬衣本就是书生感的代名词，只需要棕色系的皮包和配饰点缀，沉稳又知性。其实优衣库今年出了蛮多短款衬衫，但我亲身试下来觉得 JW 系列的版型是最友好的。就拿 C 系列做对比好了，它整体很蓬，廓形大，哪怕我是一个100斤不到的瘦子穿，也会显胖显壮。但 JWA 系列并不会有这个问题，垂感适当，版型自然，穿上整体是很修身显瘦的。还有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发现的小细节，在做工方面，我发现 JWA 系列衬衫的里里外外都要比其他衬衫细致得多，比如很少见的在后领加一层面料加固，以及肩膀处夹圈都做了包边，内侧完全看不到一丝线头。优衣库并不是每一款衬衫都做得这么极致，但我发现 JWA 系列就是全线做工都很精细。单品4，
条纹针织衫，姐妹们，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一早上爬起来盯着衣柜发呆10分钟，最后还是不知道今天穿什么才能既体面又松弛？别急，今天这套优衣库通勤穿搭，简约、贵气、松弛感拉满，穿上直接化身法式挂仙女。其实真正有质感的穿搭，恰恰就是那种看似随意，实则每个细节都拿捏得死死的松弛褂。今天这身优衣库全白加条纹点缀，真的太有那种法式无压力的氛围感了，谁穿谁是气质女主角。1. 全白衬衫加阔腿裤，简约到极致的贵气感。全白穿搭一直都是时尚圈的天花板级别，无论何时都不会出错。这件白衬衫材质微透，轻盈却不失挺阔，自带一种我很松弛但很贵的气息，袖子自然卷起露出手腕，整个人立刻有了呼吸感和松弛度。下身的高腰白色阔腿裤，版型挺阔，修饰腿型一绝，腿长2.8米不是梦。裤脚微微扫地，既有法式的随性，又自带一种优雅不费力的高级感。2. 条纹针织衫小心机，法式调调到位了，最不能忽略的点缀就是肩膀上随意搭着的条纹针织衫。法式女人的穿搭精髓就在于点到为止，这件条纹衫像是画龙点睛一样，打破了全白的单调，又立刻让造型变得有故事感。条纹元素在法式穿搭里真的就是灵魂。一条随意搭在肩上的针织衫，既能当披肩防空调冷风，又能随时转化成配饰，不经意的松弛感全靠这一步。3. 黑色包包和腰带，细节里的质感分割线，千万别小看配饰的作用。这套穿搭用黑色包包和腰带做分割，视觉上立刻有了层次感和精致度。黑色包包低调又有质感，和白色主色调形成强烈反差，无形中提升了整体气场。复制这套穿搭时要注意以下这个细节：衬衫下摆自然塞，随性又不邋遢。很多姐妹纠结衬衫到底塞不塞裤子，其实最时髦的做法就是只塞前面，下摆留点自然垂感，有种我就是随手一塞也很会穿的松弛感，小心机拉满又不会显得刻意。今天的优衣库精选就分享到这里。在快消品牌里找到性价比高、搭配度强的单品其实挺难得，省心省钱，还能把日常穿得体面。也难怪优衣库进入中国20多年依然能稳稳立住。面料靠谱，版型友好，更新及时，足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日常需要。如果这期里有打动你的单品，不妨趁着新品还齐去优衣库逛逛吧。真正的好衣服不在于价格标签，而在于能否安稳地服务你的日常，面料可靠，版型友好，细节经得起反复穿。优衣库的价值也许恰在于此，像一门基础语言，把表达的权利交还给每个人。当我们不再被流行裹挟，而是用合适的基础款去搭建自己的节奏与审美，衣橱就有了秩序，生活也更从容。愿你在下一次出门前不必纠结，只需随手一套，就能穿出安静而坚定的自己。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